靠，好好说话。陈平一听，顿时就怒了。云无涯吓了一跳，赶忙说道，在三重天，明面上最厉害的势力就是七殿，可在三重天还有一处神秘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的势力才是最牛的。神秘地方？陈平眉头一皱，那势力是什么实力？叫什么名字？云无涯摇了摇头，不知道。我甚至不知道这个神秘地方在哪。靠，你耍我！陈平怒了，就要动手。没有，我没耍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这神秘地方在哪，也不知道这势力的名字，只知道他们特别的神秘。每次三重天有大规模争斗死亡的时候，这个神秘组织就会出现。他们从不会帮任何一方，只是一味的收神魂，所以很多人怀疑这些人是魔族，专门炼制神魂的组织。云无涯赶紧说道。陈平听后，瞬间对这个组织提起了兴趣。一个专门收集神魂的组织，绝对是魔族无疑了。不过现在的陈平还没有时间去打探这个组织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灭了天眼宗、蛮荒古族还有血影宫，到最后才是那七殿。灭了七殿之后，三重天之内，陈平就是老大了，他可以随便装逼，无人能敌了。你们这里距离蛮荒古族近，带我去一趟蛮荒古族。陈平说道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去，那蛮荒古族的猎山蛮王可是散仙境九品，在三重天都没有多少对手的。你若是……云无涯话音还没有说完，陈平直接把猎山蛮王的脑袋丢到地上。你是在说他吗？陈平淡淡一笑道。看到猎山蛮王的脑袋，云无涯都呆住了。散仙境九品就这样被杀了，还把脑袋砍下来了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在云无涯眼里，蛮荒古族那可是遥不可及的存在，跟他们青云宗比，他们青云宗就是蝼蚁。你只管给我带路，其他什么都不用管。陈平对着云无涯说道。云无涯此刻只能点了点头，带着陈平他们直奔蛮荒古族而去。云无涯领着陈平一行穿行在三重天的山脉，此地仙气勃杂，古木参天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气。胡麻子打着哈欠，霍晶晶与莫青云则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奇形怪状的植被，唯有陈平负手而行，金色龙瞳淡漠地扫过天际，仿佛周遭的凶险不过是后院景致。云无涯，还有多远？陈平的声音毫无波澜，却让走在前方的青云宗宗主打了个寒战。他刚要开口，忽然前方密林深处传来一阵森然冷笑。哟，这不是青云宗的老狗吗？怎么带着一群杂碎来我黑煞岭撒野？话音未落，数十道黑影从树梢跃下，为首一人面腹青面獠牙鬼面，手持一柄漆黑长斧，周身散发出散仙境五品的气息，身后众人亦皆是散仙境修为，显然是一支精锐队伍。云无涯脸色骤变，低声对陈平道：陈前辈，这是黑煞宗的人，当年与我青云宗有灭风之仇。灭风之仇？鬼面人闻言狂笑，斧头重重剁在地面，溅起碎石。云无涯，你当年龟缩在宗门不敢露头，今日倒是敢带外人来送死了。这几个小娃娃是谁？你的新靠山？他的目光扫过陈平，见其不过是散仙境五品的气息，顿时嗤之以鼻。呵，找了个散仙境五品的废物当靠山，青云宗果然是没落了，连抱大腿都这么没眼光。霍晶晶顿时柳眉倒竖，刚要开口，却被陈平抬手制止。陈平上前一步，眼神如同看地上的尘埃，让开，让开。鬼面人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黑煞宗少宗主黑无常。识相的跪下磕3个响头，把你身边的2个美人留下，或许我还能留你全尸。他身边的黑煞宗弟子更是哄笑起来，言语间尽是污秽之词。云无涯吓得脸色惨白，拉了拉陈平的衣角：陈先生，要不我们绕路吧？黑煞宗？绕路？
陈平打断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，我走路从不让人。话音未落，他甚至没有拔剑，只是屈指一弹，铮，一声清越的剑鸣仿佛自九天落下，无形的剑意化作一道劈链，快到极致。黑无常脸上的狞笑尚未褪去，便感觉脖颈一凉，随即整个世界开始旋转。他低头看到自己的身躯还保持着狂笑的姿态，脖颈处却多了一道细如发丝的血线。他的头颅滚落在地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惊恐。直到生机彻底断绝，头颅仍圆睁着眼睛，死不瞑目。全场死寂。黑煞宗的弟子们看着自家少宗主瞬间身首异处，甚至没看清对方是如何出手的。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，散仙境7品的高手在对方弹指间便灰飞烟灭。这是什么恐怖的实力？陈平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，负手对云无涯道：“带路。”云无涯浑身颤抖，几乎是连滚带爬的往前跑，生怕慢一步就步了黑无常的后尘。胡麻子吹了声口哨，对着剩下的黑煞宗弟子咧嘴一笑：“各位还要不要拦路啊？”那些弟子哪里还敢停留，尖叫着作鸟兽散，连少宗主的尸体都顾不上了。霍晶晶和莫青云则满眼崇拜地看着陈平，只觉得他刚才弹指杀人的样子，简直比天上的神佛还要潇洒霸气。陈平，你这装逼的本事，真是越来越出神入化了。胡麻子竖起大拇指。陈平淡淡一笑，还有些欠缺。一行人继续前行，空气中的血腥气似乎更浓了几分，但再也没有不长眼的势力敢上前阻拦。3日后，众人抵达蛮荒古族的地界。此地与外界截然不同，天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暗红色，地面上矗立着无数巨大的黑色石碑，上面刻满了狰狞的图腾，空气中弥漫着狂野而暴力的气息。远远望去，一座依山而建的巨大城池映入眼帘，城墙由黑色岩石砌成，上面布满了利爪与兵器劈砍的痕迹，透着一股蛮荒巨兽般的凶悍。城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兽骨牌匾，上面用鲜血般的文字写着3个古字：蛮荒城。然而此刻的蛮荒城却显得有些异常，城门处的守卫个个神色凝重，腰间的兽皮甲骤沾染着未干的血迹，看向城外的目光充满了警惕与不安。他们的蛮王消失好几天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大长老已经下令全城戒严了。云无涯刚走到城门前，便被几个手持巨斧的蛮族战士拦住。为首的战士身材魁梧，脸上画着青色战纹，厉声喝道：“青云宗的人，来我蛮荒古族作甚？”云无涯刚要开口，忽然城内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，紧接着一群身着兽皮长袍的老者在众多蛮族战士的簇拥下快步走出。为首的老者须发皆白，头顶插着一根巨大的白色羽毛，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，正是蛮荒古族的大长老，散仙境8品的强者云无涯。大长老的目光如鹰隼般锐利，落在云无涯身上时充满了怒火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蛮荒古族与你青云宗素无往来，你带外人擅闯我族地界，是想找死吗？”云无涯吓得双腿一软，差点跪坐在地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大长老，我是带这位陈先生来。”陈先生？大长老冷笑一声，目光扫过陈平，见他年轻貌不惊人，顿时嗤之以鼻。就是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你也称为先生？你们青云宗是不是给人当狗了？云无涯被嘲讽，却不敢多说一句，毕竟他青云宗跟着蛮荒古族比起来，根本就不够看。你们蛮王是不是失踪了？陈平挑眉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大长老闻言，眉头微微一皱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“我猜的可以吗？”陈平笑道。“猜的？你把我当傻子了吗？”
大长老越说越怒，随后指着云无涯的鼻子骂道：“云无涯，你敢带人来捣乱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拧下你的脑袋？”云无涯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摆手：“不是的，大长老，这位陈先生他……够了！”陈平不耐烦地打断，他懒得再听这些废话。只见他手腕一翻，一颗血淋淋的头颅被他拎在手中，随手丢到了大长老的脚下。你是什么人？敢在我蛮荒古族撒野？大长老正要发怒，目光却骤然定格在那颗头颅上，瞳孔猛地收缩。那头颅面容狰狞，正是蛮荒古族的领袖烈山蛮王。蛮王陛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蛮王陛下的头颅，周围的蛮族战士和长老们全都炸开了锅，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地上的头颅，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恐惧。大长老更是如遭雷击，踉跄着后退几步，指着陈平，声音都在颤抖：“是谁杀了蛮王陛下？”大长老不相信是陈平杀了蛮王的，毕竟陈平不过是散仙境5品，而蛮王可是散仙境9品，两者相差悬殊。就算是蛮王站着不动，让陈平动手，陈平都杀不了蛮王的。陈平拍了拍手，仿佛刚才丢的不是一位散仙境9品的强者头颅，而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语气平淡无波：“当然是我杀的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大长老不信，你一个散仙境5品，怎么可能杀了我们的蛮王？”大长老，真是陈先生所谓，你别看他是散仙境5品境界，可真正的实力，他能弄死你的。云无涯说道。找死！大长老咬牙切齿，满是杀意，为蛮王陛下报仇，杀了他！震惊过后，蛮荒古族的众人爆发出滔天的怒火，数十名散仙境6、7品的强者怒吼着冲了上来。为首的几位长老更是祭出了蛮荒古族的秘宝，什么玄铁狼牙棒、嗜血骨矛、震天兽皮盾，各种狂野霸道的攻击铺天盖地地朝着陈平砸来。雕虫小技！陈平冷哼一声，甚至没有动用斩龙剑，只是周身金光大盛，不坏金身自动启动。当当当，密集的攻击落在陈平身上，发出如同敲击金石般的巨响，火花四溅。然而陈平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，身上的金色鳞片连一丝划痕都没有留下。那些狂暴的攻击仿佛泥牛入海，被他的不坏金身尽数化解。怎么可能？大长老瞳孔骤缩，满脸不可思议。这么多散仙境6、7品修士的全力一击，竟然伤不了他分毫。大长老此刻有些相信，或许他们的蛮王真是眼前的陈平所杀了。陈平懒得跟这些蝼蚁浪费时间，他眼神一冷，屈指连弹，铮，数道无形剑意如同闪电般射出，比之前斩杀黑无常时更加凌厉。那些冲在最前面的蛮族强者，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便纷纷身首异处，头颅滚落在地，眼中还保持着狰狞的表情。这是剑意！一位须发皆张的二长老惊骇欲绝，如此恐怖的剑意，怕是散仙境巅峰都不能达到吧？大长老脸色煞白，他终于意识到，眼前这个看似年轻的男人是一个他们根本无法企及的恐怖存在。杀了烈山蛮王，弹指间秒杀数位散仙境强者，这等实力恐怕已经超越了散仙境，达到了地仙的境界。如此年轻就达到地仙实力，也太离谱了！快退！大长老嘶吼着，想要指挥族人后退。然而陈平岂会给他们机会？他身影一闪，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大长老面前。大长老瞳孔一缩，下意识地祭出蛮荒古族的镇族之宝，一面刻满古老图腾的黑色盾牌，散发出厚重而沧桑的气息，正是蛮荒守护盾。据说能抵挡散仙境巅峰的全力一击。砰！陈平甚至没有用斩龙剑，
只是随意一拳轰出，金色的拳印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，狠狠砸在蛮荒守护盾上。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那面号称坚不可摧的守护盾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，紧接着轰的一声炸裂成无数碎片。大长老惊骇欲绝，护体罡气瞬间爆发，想要抵挡这一拳，但陈平的拳头势如破竹，轻易洞穿了他的罡气，狠狠砸在他的胸口。噗！大长老如同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，撞塌了半面城墙，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，内脏俱碎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大长老、族长、蛮荒古族的众人见状，彻底陷入了恐慌，连大长老都被一招秒杀，他们还有什么抵抗的能力？跑啊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剩下的蛮族强者再也顾不上什么报仇，纷纷转身想要逃离。想走？陈平眼神冰冷，抬手一挥，嗡！一股无形的领域瞬间笼罩了整个蛮荒城。那些正在逃窜的蛮族强者只觉得身体一沉，仿佛被万钧巨石压住，动弹不得。他们惊恐地发现，自己的修为在这股领域中被压制到了极致，连抬手都异常困难。这正是陈平领悟的时间本源，虽然还不完美，但压制这些散仙境以下的蝼蚁已经绰绰有余。在陈平打造的领域之中，一切都是由陈平掌握的。陈平，让我们也装逼一会儿吧。胡麻子搓了搓手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霍晶晶和莫青云则自觉地拿出储物袋，准备接收战利品。跟在陈平身边，两个人此刻也开始慢慢习惯了。按照这样的方式和速度，他们何愁没有资源？怕是用不了多少时间，整个三重天都要被他们拿下了。陈平微微一笑道：“留着无用，都解决了吧？”好嘞！胡麻子哈哈一笑，如同虎入羊群般冲了上去。霍晶晶和莫青云也各自施展神通，一时间蛮荒城内惨叫声此起彼伏，血流成河。我蛮荒血族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赶尽杀绝？大长老面对着屠杀，实在是想不明白，陈平为什么要灭了他们蛮荒古族？无冤无仇？陈平冷冷一笑，你们的蛮王联合天眼宗的玄机子，还有血影宫的昧心夫人，想要夺取我身上的上古遗迹宝物，我差点就死在他们手里。若不是老子实力强，早就让他们得逞了。现在他们虽死，可是我要让他们的宗门全都覆灭。陈平的话让大长老顿时面如死灰。天眼宗、血影宫再加上他们蛮荒古族，联手都没打过陈平，那陈平的实力可想而知了。大长老缓缓闭上眼，他知道蛮荒古族完了，下面天眼宗还有血影宫也都要完了。陈平则负手站在城墙上，俯瞰着这场一边倒的屠杀，眼神没有丝毫波澜，仿佛在看一场无关紧要的闹剧。对于他来说，灭三重天的一个顶级势力，就像踩死一窝蚂蚁一样简单。这就是实力带来的爽感，实力高就是爽，装逼就是爽。半个时辰后，喧嚣的蛮荒城彻底沉寂下来。城内除了陈平一行，再无一个活口。满地的尸体和鲜血将这座古老的城池染成了修罗场。一旁的云无涯早就快吓尿了，看着负手而立的陈平，在一旁像个随从一样。想起自己当时还想找陈平麻烦，云无涯就一阵头皮发麻。陈平搞定了。胡麻子擦了擦脸的血迹，咧嘴笑道：“这些蛮子倒是挺有钱，搜出不少好东西。”霍晶晶和莫青云也献宝似的，将数万个储物袋递到陈平面前。陈平，你看，这里面有好多仙石和仙草，还有不少功法秘籍呢。陈平随手一挥，所有储物袋合在一处，神识一扫，眼中闪过一丝满意。蛮荒古族作为三重天顶级势力之一，底蕴果然丰厚，储物袋里不仅有海量的仙石，还有不少罕见的天材地宝，甚至有几本散仙境后期的功法秘籍。这些功法秘籍
对于墨家和八殿是很有用处的。八殿没有了神殿的支持，一切都要自力更生，所以更加需要一些秘籍、仙石之类的，把这里的资源全部搜刮干净，包括他们的宝库和仙矿。陈平扫了一眼蛮荒城，说道：“这些修士身上就有这么多好东西了，那整个蛮荒城内也肯定会藏着不少的宝物。”没问题，我最喜欢搜宝物了。胡麻子嘿嘿一笑，开始带着霍晶晶和莫青云有条不紊地在蛮荒城内搜索起来。云无涯见状，主动加入了进去，帮忙寻找起来。不过他并不敢私藏哪怕一颗仙石的。陈平则独自一人走向蛮荒古族的核心区域蛮王殿。大殿内装饰粗犷，到处都是兽骨和皮毛，中央的王座上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血腥气。陈平神识放出，瞬间笼罩了整个蛮王殿，很快便找到了蛮荒古族真正的宝库所在地。